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奔跑吧13剪辑争议，张真源白鹿被针对，游戏环节引不满。奔跑吧这节目都播到第13季了，浙江卫视那帮人把奔跑俩字整成了行为艺术。这一季请来的飞行嘉宾名单看起来挺吓人，但咱家常驻小哥哥张真源露脸的时间居然还没广告时间长。节目组的镜头经济学，节目时长2小时，张真源只得到了2分21秒的镜头，剪辑速度跟地铁安检的传送带似的。外网那宣传海报直接把他从常驻名单里给删了。要是不懂的人还以为节目组在玩大家来找茬，粉丝们熬夜等直播，结果发现等了个寂寞。这番位排的比老坛酸菜还让人摸不着头脑，孟子义和李云瑞硬是成了老友，张真源愣是被挤到了第3梯队。节目组这操作简直是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给演活了，下次干脆给嘉宾发副扑克牌，谁要是抽到大小王，那就直接占 C 位的了。旋转木马上的性别战争，节目组把答题环节搞在转圈圈的小马车上，这招跟在公交车上考驾照似的。男嘉宾们坐那儿答题，女嘉宾们绕着圈儿跑，要是不看还以为是在拍男女冲冲冲的升级版。导演这帮人估计是从相亲节目那儿挖过来的，这么擅长制造矛盾。这13季的老节目都玩腻了，结果弄了个幼儿园春游式的东西。我觉得下一期咱们直接去小区健身区拍的了，不仅能省下公共设施的费，还能让那些老大爷老大妈们来客串群众演员。反正都是绕圈圈，旋转木马跟太空漫步机有啥两样？白鹿的人形立牌奇幻漂流，白鹿忙得连轴转拍剧，嗓子都哑得跟被门挤了一样。可节目组给他的是个角落里的立牌，都快生灰了。范丞丞的排位都比他高，这待遇比超市打折还狠。宣传片里那白鹿的眼袋都快要垂到下巴了，可节目组愣是把它当成了网页上突然跳出来的弹窗广告。下次干脆给那些没来的嘉宾 P 个遗照的了，反正咱们这也就是走个过场，索性来个彻底的。粉丝们盼的是真人的风采，可不是看什么博物馆奇妙夜的番外篇。周转熊们的飞行体验，周转熊、张韶涵这些嘉宾在节目里简直就像是不小心闯进菜市场唱歌的。节目组请他们来，估计就是想凑个回忆杀套餐，可剪辑出来就像 KTV 里那种跟着唱的伴唱带。王鹤也在节目里就像自助餐厅里的凉菜区，几乎没人注意到他。老艺术家们那卖力玩游戏的架势，简直跟过年时那些被迫上台表演的亲戚一个德行。节目组下次干脆来个怀旧经典老歌大放送的了，反正都是玩情怀，不如让嘉宾们坐着轻松把钱赚了。咱们观众图的就是个综艺热闹，谁稀罕看个同一首歌的现场版？张真源的镜头消失术，常驻嘉宾难寻程度堪比用放大镜找针，这设定简直比魔术还神奇。粉丝们用秒表精准计时，简直就像在搞科研实验。要是有这心眼儿用在节目策划上，哪至于弄出个旋转木马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环节。张真源在节目里就像超市小票上的打折信息，存在感十足。我觉得节目组应该开个会员专享镜头服务，明码标价至少显得坦率。现在这操作既想捞流量又不想付出代价，真像食堂大妈分菜一样，有点不要脸。13季的创意破产，搞了13季还玩抢板凳，这想法比我的零花钱还纯洁。节目组把奔跑当成了字面解释，我觉得下一季干脆叫绕圈圈的了。反正都是让嘉宾累个半死，不如直接拍成健身广告的了。3个月的等待，
换来的却是幼儿园水平的游戏设计。节目组真是可以去隔壁极限挑战学学怎么做人。就算人家停播了，那节目还能当榜样。现在的这水平，广告商都得想想，是不是的把赞助费换成购物券了。这节目看完了，我终于明白了为啥现在选秀节目都歇菜了，原来最该下岗的是那帮综艺导演。你说《奔跑吧》这节目还能怎么续命？是继续压榨嘉宾，还是把那破转盘整成个过山车？2. 奔跑吧1时3定档，发全员海报，引白鹿粉丝不满，侮辱性太大。4月14日，奔跑吧第13季官宣定档，4月25日起，每周五20点20分浙江卫视，20点50分 Z 世界，奔跑不止，快乐不停。这一季的明星阵容也随即公布，分别是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范丞丞、宋雨琦、张真源、孟子义和李云瑞。和播出时间与明星阵容一起官宣放出的，还有一张海报内容。在这种海报当中，李晨、郑恺坐在 C 位上，沙溢和范丞丞分立左右，周深、宋雨琦和李云瑞出现在海报右手边，而张真源和孟子义则出现在海报的左手边。和所有人都有全身海报不同的则是，知名演员白鹿竟然只是出现在相框当中，而且是半身像。正是因为这张海报内容，引发了粉丝群体们的不满。不少白鹿的粉丝认为，这次的海报宣传效果不大，但侮辱效果极强。目前，在奔跑吧官方媒体下方和这档综艺的导演社交媒体平台的留言区域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声音，粉丝们纷纷要求节目组更换海报内容，大家无法容忍白鹿被如此对待。老编，我站在非粉丝的中立立场上来看这张海报，也觉得有一些不妥。毕竟，当其他所有明星嘉宾都是全身海报的时候，给白鹿半身海报已经算是过分了，更是用相框给裱起来，确实显得不伦不类了。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当中，放在相框当中的人是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啊。奔跑吧节目组如此对待演员白鹿，肯定会寒心了大量白鹿的粉丝。而奔跑吧这档节目是要依靠流量粉丝们维持热度的。2025年以来，青年演员白鹿显然是声咖明确了，尤其是在电视剧《北上》当中，白鹿凭借女1号这一角色获得了更多的知名度。当然，在《北上》这部电视剧作品当中，白鹿也遭遇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负面声音。该剧当中，女主角的扮相相对丑陋，因此部分观众说白鹿长得丑，这对于演员而言显然是无妄之灾。当然，也有部分相对理智客观的声音讨论白鹿的演技，认为其还有进步的空间等等。说白鹿长得丑，显然是故意诋毁；说白鹿演技还有提升空间，则是相关客观公正的。无论如何，白鹿在2025年的声咖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这是一位可以和杨幂、赵丽颖、杨颖等流量女明星平起平坐的青年女明星新秀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奔跑吧当中，白鹿代替的位置恰好便是杨颖的。这一季的奔跑吧当中没有杨颖，杨颖可能是因为去参加了一个国外的秀场活动，被暂时不能出现了。不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杨颖主演的电视剧已经开始在各处平台上线了。这些库存剧作品被准许上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颖可以继续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奔跑吧当中的除名便是一个证据，白鹿来替代杨颖，成为奔跑吧当中的一姐，已经势在必得。而且从流量咖位上来讲，白鹿目前自带的流量数字已经超过杨颖。对于奔跑吧节目组而言，只要他们还依靠流量，那对于白鹿，尤其是白鹿的粉丝，
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而不是熟视无睹。截至目前，虽然声讨这张海报的声浪很高，但节目组方面并未给出回应。我的感觉是，节目组可能会淡化处理这件事情，这张引发争议的海报不会撤下来，而稍后会有更多海报内容放出，并且给白鹿一个非常不错的海报位置，比如 C 位，算是补偿。当然，节目组大概率会联系白鹿方面，对这张海报的做法进行道歉，并且希望白鹿方面安抚粉丝，不要继续闹事儿。这件事情大抵会在这种状态之下不了了之。对于节目组而言，可能经过这么一张具备争议性的海报，奔跑吧113的定档讯息获得了扩大化的宣传。这种宣传对于节目的赞助方而言是有百利的，毕竟赞助方要的就是 KPI 数据。一个定档讯息因为争议内容的出现，反倒是形成了大量的宣传数据。广告商的老总肯定不知道这些数据是争议当中产生的，还觉得是节目非常火爆，数据就是好呢。如是来看，这更像是一场红嘴绿鹦哥的骗局。我们这些讨论争议海报的人，不过是棋局当中的一枚接着一枚的棋子罢了。好荒诞的一件事情啊！